频道是和您分享古今中外的奇闻趣事的，欢迎您订阅。上集咱们聊到美国的女医生 Marlo Morgan 到澳洲从事医学研究项目的时候，收到了澳洲原住民的邀请去参加一个颁奖仪式。没想到这个颁奖仪式不是她想象的一个丰盛午宴，而是整整延续了3个月的沙漠漫游。出发前，原住民烧掉了 Marlo 随身携带的全部东西，包括衣物和他的证件。当然这可不是给他一个下马威。按照原住民的说法呢，他们将带他到沙漠去体验真正人的生活。那他所有的身外之物都是累赘，放弃之后他才会重生。披着一块破麻布，打着赤脚的 Marlo 就这样顶着毒辣的日头，跟着这帮自称真人部落的原住民走进了神秘莫测的沙漠深处。可以想象他一双白嫩的脚在荆棘密布的沙漠里经受了怎样的折磨。晚上宿营的时候，他感到脚已经痛得像火烧一样。这时候一位老婆婆过来坐在他旁边，把他的脚放在自己膝盖上，涂上一种药膏，然后轻声吟唱，歌声温暖亲切。亲爱的脚啊，你们今天辛苦了。亲爱的脚啊，他是多么的感激你们啊，我们每个人都感激你们呀。你们快快康复吧，变得又粗又壮吧。接着他还发出一种很特别的声音，可以治疗伤口，吸出里面的脓汁。神奇的是，Marlo原来感到灼热剧痛的伤口真的就缓和下来了。其实咱们中国人早就发现这个原理，中文繁体字音乐的乐加上个草字头就是教字。古人用音乐来治病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就这样，Marlo靠着这双脚在沙漠里徒步走了3个月。这当中有时候他也会觉得难以忍受，非得坐下来休息不可。可是每次都会发生一件事情转移了他的注意力，比如一只老鹰飞过，或者有个人倒水给他喝。他一分散注意力，又奇迹般的恢复了元气。可见这人的耐力的极限其实是超乎我们自己的认知的。那下次您要是觉得自己承受到极限了，不妨就用分散注意力的方法来试试看，说不定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原住民认为音乐就是药 medicine， 但是他们的药不是我们通常说的治病的药，除了疗愈之外呢，也可以是任何有用的东西。所以他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和音乐连在一起，走路的时候都是用唱歌来丈量距离，打着非常精确的节拍，和他们设想的距离几乎是分毫不差。他们认为嘴就是用来唱歌和赞颂神灵的，不是用来讲话的。他们没有文字，所有的历史都是以图画和歌唱来记录的。他们每天都唱歌，用歌声叙述他们的历史。那么既然嘴不是用来讲话的，他们怎么交流啊？原来他们是用心灵感应，不仅身边的人，甚至是远方的族人都能用心灵感应这种方式相互交流。Marlo觉得这太神奇了，他们却说这有什么呀，谁都学得会的，只要你从不撒谎，不捏造事实或扭曲事实，就能得到心灵感应的本领。Marlo很惊讶，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但是Marlo转念一想，天哪，这太难了。现代人谁肚里没有一点小九九啊？权力争斗、婚外情、怨恨、厌恶，怎么可能做到不撒谎？可是原住民认为，心灵感应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领，他们从小就是这样生活的。比如一个小孩看见另一个小孩玩玩具，他想过去抢那个小孩的玩具时，立刻就会感觉到所有大人都瞪着他。这一来他就知道他强取豪夺的企图被识破了，而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另一个小孩呢，则会被教育和别人分享他的玩具，学习摆脱自私的心理。那个孩子已经享受到玩具带给他的乐趣，快乐的感觉才是他真正想拥有的，而不是玩具本身。当一个人放弃对物质的占有欲，他才会有真正的快乐。旅途中有一个年轻女孩子将一朵美丽的花戴在头上，大家都夸她好看，她也很开心。晚上花枯萎了，她就把花丢在路边，不会有半点惋惜，因为她已经得到了那份快乐。
这让马洛很是感慨，他想起自己的病人有一副非常珍贵的钻石项链，却时常担心被人偷走，不仅重金保险，还要制作一副仿制的防盗，结果搞得自己是神经兮兮的。现代人不知不觉就成了物质的奴隶。随着时间的推移，马洛越来越融入这个群体，和他们一起唱歌，吃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做游戏。其中的一个游戏是这样的，把一片大树叶撕成小片，每人分一片，然后大家一起设法把碎片完整拼好，类似于咱们的拼图游戏。他们认为身为群体的一份子，并不代表我们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两个人不能同时占有一个位子，叶子需要所有的碎片才能组合完成。同样的，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当任何一个人把最后一片叶子放进去，大家都会真诚地向他祝贺，因为这个是群体的成功。后来马洛也教他们自己的游戏，他说我们有跑步竞赛啊，一群人跑步，最快的那个人赢。结果原住民都困惑地看着他说，只有一个人赢了，其他人都输，这有什么好玩的？不过呢，他们还是接受了马洛的一些建议，比如玩跷跷板需要两组人协调，他们也会玩得非常开心。这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在出发前的晨祷会上，他们让马洛站在中间，告诉他说，你应该担任领队。他们说，时机到了，为了认识你的家园、土地、各阶层的生活，以及你和宇宙之间每一种有形无形的事物的关系，你必须担任领导人。在任何群体中，你可以在后面跟着别人，也可以走在队伍中间，但是每个人总有一天要出面领导整个队伍，只有担负起责任，你才能了解领导统帅的本质。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甚至下辈子，我们迟早都必须体验领导人的任务。通过考验的唯一方式就是面对考验，否则这考验会以种种形式重复，直到你及格为止。马洛硬着头皮上路了，不幸的是啊，在他的带领下，当天一整天没有遇到任何食物，也没有找到任何水源。晚上宿营时，马洛很难过，很想放弃，可是没有一个人责怪他，也没有人因为自己更有经验而对他指手画脚。第二天更糟，不仅没有食物和水，天气也更热了，超过华氏105度的高温。马洛哭着向他们求救，可是所有人对马洛都无条件的信任，坚信马洛可以带他们走出困境，好像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都在危险之中。第三天还是这样，马洛难过极了，他的喉咙冒火，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他开始祷告，忽然一个声音打入他的大脑，把石头放在嘴里。他猛然想起出发前的仪式上，他拿到的那颗据说是能挽救你生命的石头。当时他是把小石头藏在乳沟里，居然还在。他把石头放在嘴里，立刻有口水涌了出来。他意识到自己不会死了，他决定把自己设想成水，摒弃一切杂念，按照直觉前行。30分钟后，他张开半闭的双眼，看见那群无怨无悔的伙伴们正对着他笑得十分灿烂，而在他们面前是清澈的一潭水。喝到水的那一刻，马洛感到自己从未像现在这样更接近造物主。看了这一段啊，我真是非常感慨。在宗教信仰中都有信这个说法，那原住民对马洛无条件的信任，其实还是来源于对自己信仰的神的坚定信念。现代信仰团体里面又有多少人能够像真人部落这样毫无条件地服从同伴的指挥，甚至这个同伴的能力可能明显不如自己。其实神看的不是人的能力，而是人的心啊。后来呢，马洛跟他们探讨过信仰，原来他们也是知道耶稣基督的，因为传教士曾经努力要把他认为的这群野蛮人度化成教徒。可是他们说，耶稣很多年以前来到人间，告诉变种人他们应该如何生活，他们忘记了什么？但他的福音不是传给我们的，他对我们不适用，因为我们没有忘记什么，我们一直在照他所传的真理生活。
3个月的旅途中，马洛渐渐了解到他们为什么选中自己进行这场神奇的体验。这支真人部落是澳洲最早的土著。当年英国把囚犯运到澳洲大陆来，不仅占据了他们的地盘，也在占领他们的肉体和精神。那时候白人把原住民儿童送进幼儿园，禁止他们学习母语和参加任何部落仪式，而部落的许多年轻人也经不住现代生活的诱惑，向往一辆皮卡和香甜的冰激凌，最后也沦为变种人。这支真人部落选择了逃离，他们找到了一个远离世俗、隐藏很好的地方定居下来，并延续着他们古老的生活方式。马洛是来自美国，却抱着真诚的愿望去帮助原住民。他们看到这个变种人还有一颗非常珍贵的善心，觉得有必要让马洛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帮助。政府自以为自己在帮助土著，实际上却破坏了他们最珍贵的文化和传统，更阻碍了他们回归的道路。漫游的最后一天，他们走到一个全是石土和沙子的丘陵地带，大伙儿突然停住脚步。2个男人走上前，拨开2株树中间的草堆，把一块大圆石推到一旁。石头后面豁然出现一条进入山腹的通道，沙土堆积在入口处。他们让马洛发誓，绝不泄露这个洞穴的所在地，然后才带他进入这个神秘的圣地。马洛惊讶地发现，里面竟然别有洞天，有雕像，有花园，有流水，干净雅致，非常古朴。原来他们也是有私人财物的，如舒适的兽皮卧具，还有剃刀、皮带、拉链、安全别针之类现代人常用的东西。不过这个洞穴最大的作用还是记录历史。长老告诉马洛，这个真人部落是地球上第1代人类的直系子孙，自太古以来就严格按照祖先的标准和律法行事。接下来的事情更是让马洛瞠目结舌。长老向马洛揭示了宇宙的形成、人类的起源、神的存在形式，还让马洛参观了一幅幅记录着世界重大事件的壁画，甚至向他展示了传说中的幻术。好，咱们下集再聊。